台湾省这些年来一直在搞自造武器，这一点倒是颇有印度人的风格。当然，这实际行动也和印度差不太多，满世界买来一堆零件，拼一个缝合怪，就宣称是自研自造了。来一起看看这个奇葩之物究竟如何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台湾海军一直是台军最重要的兵种之一，台整个的海军规模在亚太地区不可谓不大，实力远超越南、菲律宾等一众国家，其中大型军舰拥有20多艘，不乏护卫舰、驱逐舰等大型舰艇，这也是台湾海军的底气所在。但是台湾海军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，就是潜艇。台湾海军目前装备的潜艇有4艘，其中海狮级潜艇2艘，剑龙级潜艇2艘。海狮级是2战的美国海军服役的老古董，建龄已经70多年了，可以说是聊胜于无。仅能潜入100米左右的海域不说，潜艇发射的配套鱼雷早8辈子就彻底停产了。因此这艘潜艇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，加上其极差的隐蔽性能，只要我方的反潜机一起飞，这种潜艇的生存性就是0。因此此舰对于台湾海军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。剑龙级潜艇则是荷兰80年代向台湾出售的常规动力潜艇，这种潜艇近些年经过台海军改装后，具备潜射鱼叉反舰导弹和发射美制 MK48 型智能鱼雷的能力，但是隐蔽性能仍是其最大的短板。这2型舰艇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。台军方为了抗衡解放军，开始自行研制建造常规潜艇的计划。因为台军方对于潜艇的建造经验为0，特地邀请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台湾科学研究院共同研制，有点印度那意思。目前台军方打算建造8艘新艇，引进国外10至12种系统装备进行整合。至于潜艇的潜望镜、声纳设备，则通过国外的技术引进。此型潜艇的排水量计划在3000吨以下，使用 X 型尾舵，舰长70米左右。1个星期之前，台军方在台湾国际造船厂进行了新型潜艇的龙骨安放和开工仪式。有专家认为，以台湾目前的工业水平进行潜艇的整合，可谓是异想天开。虎哥也持同样的观点，没有足够的技术和完善的造船工业支撑，最后这个所谓的新潜艇项目大概率会彻底的烂尾，比印度还要不如。最起码印度还能坚持到完工交付。潜艇并非一般的水面舰艇，掌握自研自造技术的国家并不多，而大部分国家给台湾出售常规潜艇技术的可能性为0。因为以前荷兰不信这个邪，就给台湾出售过舰艇，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，这里不再细说。而另一个理论上具备潜艇自造能力的印度，也是一个缝合怪，大部分技术基本上都是引进西方国家，因此台军方只能求助于美国。但是美国淘汰了常规动力潜艇几十年，目前没有任何的常规潜艇制造经验。台方把洛马公司拉来匆匆上阵，颇有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感觉。虽然美方给予台方充分的指导，并且完成了整个新式潜艇的研制项目划分，结果发现基本上除了潜艇的壳子台湾勉强能够建造外，剩下的设备全部都没有能力自行建造，也就是要全部的外购。台湾这个所谓的自研潜艇，实质上是数个国家设备拼接而成的缝合怪，比印度还夸张。印度潜艇至少有一部分的设备还能够进行国产，台军方要外购的零件基本上来自数个国家，先不说这些国家能否卖给台军方，就算卖给了他，这舰艇的整合工作就可能让这个项目半途而废。虽然都是常规动力潜艇，但是各国的潜艇设计工艺、标准、兼容性都大不相同。将这些杂七杂八不一定兼容的零件组装拼接成一个潜艇，那么将来有的是问题和隐患要解决。台军方退役舰长黄征辉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。目前台湾自造潜艇具有非常大的技术问题，加上种种因素制约，潜艇建造过程就可能徒增变数，
建造的时间和成本的变化也是不可估量的。实际上可能确实如此，如果是因为建造潜艇中发现购买的设备不能兼容，或是其他的子系统出现问题，这会极大延误潜艇的工期和增加潜艇的建造预算。当前台军方为建造这8艘潜艇可谓是花了血本，8艘潜艇总预算是920亿左右的人民币，1艘潜艇造价为115亿元人民币，基本上相当于我海军2艘055大驱的造价了。而未来这一成本还可能继续上升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潜艇没有完成整合，钱倒是全部花光，台军方费时费力得到的只是一地鸡毛。